第8期的课程内容，我们分享向前向后组合的低层次抱抱。我们来分析一下发型轮廓印象。第一点，它的内部结构有向后的圆形流向。第二点，它的刘海形状呈现内弧形外轮廓。第三点，它的侧区底线有向上的低层次流向。第四点，厚重的堆积量感。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裁剪。来到我们第8款发型，先进行分区，还是我们分出我们的中心线，这里把左右两侧分开。因为第8款我们要从前区开始修剪，所以要把前后区域分开，直直向上，再到往后，前后区分开，分出来。好，来到前区，我们在中心线这个地方头位摆正，中心线这里找到顶点与我们发际线中间的位置，叫基准点。分出第一片小三角，小三角的宽度不要超过眉中，也就是瞳孔以内宽度不要超过这么宽。从顶点基准点分出一个小三角，来将发片拉起来，确定好长度用梳子可以去观察，在鼻梁平行头皮提拉。你也可以选择先去放长一点点，去看一下，长了一点点，然后再去剪到多余的一些长度，这样会更加安全。来，平行头皮提拉，再去抹掉一点点，刚刚好，就是我们要的一个长度在鼻梁处。好，第一片完成之后，第2片我们从这个点放射去划分。这个三角区大概是在眼角，也就眉尾的地方延伸过去，还是向前去做梳理向前去做梳理，角度同样是在平行头皮的一个状态，切口也是一样，平行。好，这个是第2片。第3片还是从原点这里去放射，分到了我们的退化点，也可以叫前侧点。好，继续我们将头发向前去做梳理，还是平行头皮，剪切口呢，我们还是剪平行的状态，剪切口还是剪平行状态，来平的，因为头型它是有弧度的，当你剪平之后，中间短两侧长，所以它会慢慢的会放长外侧的长度，形成一个圆弧度形成一个圆弧度。好，这个区域是我们熟知的主刘海区域。当第4片靠后，就开始慢慢延伸到哪里呢？侧部了。从这一片开始，我们就不要定点了，要逐渐你看向后移动1公分，逐渐向后移动1公分，这里分到侧部点。来，我们将头发挂起来。为了减少顶部区域的张力，用宽尺梳去分用宽尺梳去分，不要直接将头发向前去提拉了，跟前面3片不一样了。因为超过这个顶点基准点靠后，头发按照自然垂落的方式去梳理，看到梳理到了自然垂落方向之后，我们再去修剪。好，我们将头发这样拉起来，自然的去做梳理这个是细节，自然去做梳理，手不要带张力，来，最后才去夹住它，手不要带张力，跟我们前面头发进行连接，手不要带张力进行连接。检查一下，看，自然去梳理，手不要带张力进行连接。再下一片，分到我们的鬓角的位置鬓角的位置。梳理头发也是，你看我们自然垂落去做梳理自然垂落去做梳理。
顺着向下去梳，手不要带张力。你看我的手指摆的方向开始慢慢已经接近垂直了。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点剪，用点剪去操作。来，回落之后，开始慢慢的延长我们后面的头发的长度了。左右梳理左右梳理，我们去观察，开始慢慢延长后面的长度了。分到我们的耳上点，耳上点这一片这个是第6片的耳上点这一片，保留最后一片的第7片先保留住，先修剪我们的第6片。来，梳理的方向还是一样，看到没有？顺着向下，把剪切口梳到最下方，梳到最下方，再带到脸颊这里，再去修剪。可以用点剪的方式来去修剪，开始慢慢的来被延长到这个头发了。操作的方式都是一样，不要顺着向前去梳理，向前梳理，这样剪完之后把这些长的剪掉，它回落之后层次会很多，因为这边长度比较短，会很多所以你要保留落下来的量感，就要自然垂落这一点各位去理解为什么要去这样梳理。这样梳理的方式你要多去操作，才可以更好的去掌控这个手感如果你操作不多的话，去做这个梳理的方式可能会比较难掌控，所以你要多去做这样的梳理动作。来，剪完之后开始慢慢的被放长底下，而且它并不会有太多的层次感，因为做了自然梳理，好吧？好，这边呢得到一个内弧形的这样效果。好，剪完之后来到另外一边，来到左侧，记住我们的分线因为第1片呢这个三角已经剪完了，直接分出第2片，顶点基准点，放射去分出我们的第2片，向前去做提拉你看都向前去做提拉。平行头皮，剪切口呢我们剪平我们剪平，我的站位会低一点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晰。剪平，来，第2、第3片放射分到我们的退化点，也叫前侧。平行头皮提拉，向前去做梳理，梳子摆平，梳子摆平。当我的这一刀剪完之后因为头型的弧度问题，它会慢慢的会放长，切口是平的，中间短，两侧长，它慢慢会延长。好，第3片，第4片，这个点就不要放射了，向后移动大概1公分左右，分到我们的侧部点，就是最凸的这个点，来，分到我们的侧部点，随着头型的弧度，我们去这样分，把这里分开，自然垂落，这样去做梳理，一定要去梳顺，把头发梳到最下方，不要梳到最前方，自然梳顺，手位你看这样摆过来这样摆过来，来，逐渐慢慢的被延长向下，形成一个弧度来，继续，顺着向下，逐渐向后去移动，来到我们的边角的地方，你看，逐渐向下，来到边角地方，用宽尺梳，先顺着向下去梳，看到没有？顺着向下去梳，手不要带任何张力找到这个为引导，手位摆到垂直，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点剪，点剪可以让头发垂落之后会更加的柔和我们这样去看，剪切口虽然点剪，但是也要连接上也要连接上，慢慢形成一个内弧度。同时你还需要去观察两侧落点，它尽量是一致的尽量是一致的一个长度才可以。好，检查一下这个落点，顺向下去梳，检查一下，有些不干净的点一下。好，这样的轮廓就对了。第6片第6片
分到我们的耳上，顺着向下去梳，带到脸颊啊，带到脸颊，跟这里呢去做连接，最后一片，哎，都向前去梳，你看，自然落点梳过来，摆到脸颊，好，同样的这边也会得到一个向下的一个圆弧轮廓。我们把头发夹起来，修剪后区。我们先由上向下分出中心线，将左右两侧头发分开，发际线比上2-3公分，水平向前分出第一个区。好，我们第一个区分出来之后，我们先自然垂落，设定后面的长度落点，发际线以下3公分到4公分的长度。头发自然垂落，净梳跟分线保持平行啊，我的视线跟我的切口也是保持平行。剪出第一刀，长度、形状确定好，来到转角这一片，同样我需要去转动我的头位，更好的去完成我这个底线的操作。看清楚啊，更好的去完成我这个底线操作。第2刀没问题，来第3刀转过来，我时刻的去强调啊，无论是去修剪没有层次的，还是修剪这种，无论是修剪没有层次的，还是去修剪你需要去做提拉的，都是要把这个面给到你去修剪，才更好的去完成以及去判断。这个区修剪完之后，我们再向上继续分。第一层底线确定完之后，我们这里继续向前去划分，要分到刚好耳上这个发际线啊，分到这样一个厚度，刚刚好到耳上发际线这样一个厚度，去完成我们第2个片的分区。来，我们向上把这个区分好之后，也是要自然垂落，找到底线这个长度啊，要很清楚看到底线这个长度，我们与它进行连接。我们向上把这个区分好之后，也是要自然垂落，找到底线这个长度啊，要很清楚看到底线这个长度，我们与它进行连接，修剪一个线条啊，自然连接。好，顺着向下，看着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环节啊，里边有很多一些小细节需要我们细心的去完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耳后这一片，头发自然垂落，轻微的把切口做一点点按压，找到引导线。剪完之后左右去梳理，我们观察一下，好，没问题。我需要去做一个层次的提拉，最终这个发型的状态它是圆形，圆形要满足前高后低。我这么去操作是为了先去确定我们长度，再去确定我们的后部圆的重量落点。哎，我这样剪完之后是不是两侧会长？之后再进行由前向后的去角抹圆，这样就是我们如何的去剪好一个圆，如何去掌控好、控制好一个圆啊，这个是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就是先剪后区啊，再去剪侧区。因为圆的重心是前高后低，所以说在后方的层次落点就不能过高啊，就不能过高。我建议这边的层次提拉角度尽量不要高于45度啊，尽量不要高于45度。在修剪第一层，你可以在30度左右，在30度左右。发片的靠位，我们在原位，不要靠向上一片啊，不要靠上一片，
靠向上一片会增宽会增宽，每一片的原位这样去做，只需要把表面这里一点点的长度角去拿掉就得到这种微微的层次感来继续转动我们头模。如果说你的人站着不动的话，那么凳子就要去转，只有这样才更好的去修剪这个形状，更好的修剪这个形状。好，来我们找到左侧的引导，在中心线这一片分的略稍微薄一点拉到中心线这里，我们先剪出左右两侧中间的引导线，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完成左右两侧的对称度。来，把片的靠位都是原位去操作同时剪完之后，你还需要去观察表面的长度，它是一样的，看它是一样的就可以了。来，继续向外侧去分向外侧去分。如果说你再去剪右侧，容易喜欢把右侧剪得比左侧长，比左侧重，那么你的站位你要注意站位要注意，要靠近外侧去站靠近外侧去站。当你靠近外侧去站的时候，你就不会刻意的会把这边向后去带它就不会被放长希望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这一点一定要去注意，特别是喜欢去把外侧给放长的，一定要去注意。好，最后一片我们向后去带向后去带，去连接过渡一下。来，这一边同样得到一个层次比较低必须要低，不能剪高。上区我们继续向上去做修剪，分的一个宽度也是在2-3公分左右的宽度来向前去分，这里会分的带一点点的斜线带点斜线。好，分出我们这一个区域，再把方向输出来，继续修剪堆积层次先去做这一个步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能确认我们的一个堆积点剪圆的堆积点也能更好的去修剪出左右两侧的对称度对称度。所以说再去剪这个圆形堆积的时候，为什么要去先剪后区先剪后区。来，继续我们这样去分去分。注意法片的靠位我们都是修剪的是原位提拉修剪是原位提拉最后一片都是原位提拉。来，不要去贪刀不要去贪刀。来，继续。来，表面这一层我换宽尺梳换宽尺梳，也是分斜线这样去修剪，还是第一片都是拉在中心线这个位置第一片我们拉在中心线这个位置，保持低角度保持低角度。第二片逐渐向上去分，继续用我们的宽尺梳，引导线看清楚，顺着向下，来继续由高到低的变化，再去分薄薄一片。你会去观察到整个剪切口的延伸都是由短到长边剪边去转动我们的头位，来顺着向下，这里是最后一片了，顺着向下。这一片剪完呢，这里就好了，完成了。好，修剪右侧，来分的宽度尽量是一样的2-3公分微微的带一点点的斜向前。先分出中心线这一片，拉到中心线这里，为了更好的去确定我们中心线的引导，拿出来去看。好，先把中心线这一片引导先确定好是剪对称的标准之一。好，逐渐向外侧去分，向外侧去分，
发片的靠位我们拉在原位，不要去靠向上一片啊，不要去靠向上一片，发片的原位，来继续向前去分，分在原位。好，逐渐去转动我们的头位，因为我的人没有去转动，那么你的头位呢就要逐渐去转动，这个才是减原位的一个标准，减原位的标准。来，继续转动，转角外侧这里，你看我们向后靠了一片啊，转角外侧我们向后靠了一片。来，这里如果说还是比较厚的话，你还可以单独的再去分一片啊。来，这里中心线这里先拉出一片，先连接上，啊，先连接上，角度都是降低的状态，继续，角度都是降低的状态，来 ，OK， 分出薄薄的一片，顺着去梳。无论是上下面还是左右面，它都是连接起来的啊。我相信看到现在啊，看到这一集的一些同学们啊，通过前面几集的观看以及练习，已经熟练了、掌握了啊这样一种修剪的技能、修剪的方式啊。同时，你们也会发现，这样一种修剪的方式啊，我们在店里面使用到的概率是最多的啊，所以说也是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最多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必须要去练好啊，必须要去练好，必须要去熟练的认识到这样的修剪的方式。所以说技术只有那几种。以什么样的呈现方式去完成，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线条它就是线条，堆积它就是堆积，所以说技术就那几种，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啊，这个是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好，边剪边去转动我们的头膜，来顺着向下，这里。顺着向下，转角外侧这里是靠向上一片，靠向上一片，找到下面剪切口的形状，这样呢就完成了后部。后部的落点一定要低啊，一定要低，因为最终你所呈现的，你会把前面这个长度拿掉，最终你所呈现的是外轮廓前高后低，内结构也要前高后低，这个角都要被剪到的啊，所以说这个点必须要低，一高的话它就不圆了。好，我们修剪前区。这里先分出第一层，斜向后去分，大概2指位的厚度，2指位的厚度。这个斜度比水平略斜点点，比水平略斜点点，不要太过于的倾斜。好，这个头发呢，我们先将头发自然向下去梳，先去修剪我们的第一层啊，这样我们看到后面的长度。啊，要发现要修剪一个前高后低的外轮廓，跟我们的分线斜度尽量保持一致啊，尽量保持一致。来，我们看到后面这一个长度，先顺着向下啊，先顺着向下这里，好，轻微的做一点点按压。所以我梳子的摆放的斜度尽量跟分线这里保持一致啊，逐渐的开始慢慢的向上去延长。来，这里也是一样，跟分线的斜度保持一致。好，大概会延伸到哪里呢？到嘴巴啊，到嘴巴。注意看啊，到嘴巴，形成了一个前高后低的圆形的外轮廓线。这一步剪完之后，不要去拉层次，我们继续。向上去分，分出我们的第2层啊，继续向上去分，分出我们的第2层，斜度也要保持一致。
分出来之后，来再去分小发数，找到我们底下长度，以它为引导，做45度角度的提升，做45度角度的提升。来，继续，我们将发片靠向第一片，将发片靠向第一片，保持堆积的修剪。来，将第二片分出来，将第三片分出来，第三片靠到我们第二片，也是同样保持堆积的修剪。来，继续，来再继续转动我们头膜，一直可以修剪到我们后区，把我们后区转角这边的角呢刚好被剪到，看到没有？刚好被剪到这个角，去看一下，整个都抹圆，使内部整个都抹圆。来，再继续向后，我们去看一下，检查一下。所以说，当这个环节完成之后，它是从前向后，这里看到没有？都是圆的它会有角，向上去划分向上去划分。来，将头回正，再分小发数，这一层的角度提升比45度略高一点点比45度略高一点点做一个逐渐提升的一个角度。再把发片分出来靠位都是一样的我们要靠向上一片，我们要靠向上一片。好，继续转动我们的头位，梳出来，靠位我们靠向上一片。来检查一下，没问题。所以说前后区都是连贯的，连接起来的，必须要保留我们侧面这个角的长度，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去完成这种发型的两个轮廓，好吗？不要去把这个斜度剪得过斜，如果说这个斜度剪成我梳子摆放的角度，这样去看，那么这个角就没有了，就不见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上一款这样一个状态了，好吧？所以这个角一定要保留住。来，继续斜线的去划分，角度比上一片呢，我们再高一点，角度比上一片再高一点，靠向上一片，靠向上一片，这里一直修剪到我们的后区。好，这样侧区的这一边的结构它就已经修剪完成了。分大概2指位左右的厚度，找到后区的长度找到后区的长度，将头发都自然垂落，都自然垂落，跟分线保持一样的斜度。这里刚好要延伸到哪里呢？在嘴巴的方向嘴巴的方向，跟后区这里连接上。来，剪完之后左右去梳去观察我们的形状。来，再去检查一下前后区的交接点，这交接点这样去看一下，有不干净的可以去剪一下，形成前高后低的一个轮廓状态。剪完之后你需要去观察什么呢？左右两侧的长度落点发现不一样，可以及时去做调整这样目测去看，这边长了一点点长了一点点。所以说在去修剪的时候，你一刀不要去剪太死不要剪太死，给自己留一点点的空间。好，一点点的长度，这样差不多了延伸到嘴巴的方向嘴巴的方向。这里我们斜向后去分出第一片，找到下区长度为引导，低角度来
45度左右，修剪第一片，检查一下。好，逐渐向后去划分，第二片，靠位，2靠1， 3靠2，靠向上一片，向后去分，边剪边去转动，慢慢的会剪到后区这个角，把后区这个转角去抹掉，一直到后区。所以当剪到这一步的时候，剪完，这里形状会形成圆啊，所以说内结构它是圆的才是对的。再去分一层，斜向后去分，再去分小发束，找到下区长度啊，一定是下区，不是前区，前区刘海是短的，找到下区长度。所以第二层的角度要逐渐提升，略高一点点，比刚才一层要略高一点点，再去分出第二片。好，发片我们靠向上一片，我们靠向上一片。好，来到后区这里。来，慢慢去收圆，这里表面，慢慢去收圆。所以说剪到最后，重心最低的，它还是我们的后区啊，还是我们后区。表面区域，来向后去分，这一层的提拉角度又会再高一点，又会再高一点点。它是一个逐渐提升的过程。靠向上一片，继续向后。我们从前区这里分出一个三角形的发条，将头发呢向前，向前，这里最长的剪掉，好，向前，看到比较长的这个角都可以去剪掉。从前向后检查一下。好，另外一边，我们从中心线的地方开始，向前，逐渐向后。你要确保你去的长度不要太多，只有一点点，不要太多。向后去移动，后区，最后一片可以在中心线的地方检查一下，少去一点点角。剪完之后，这个结构就完成了，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重的感觉，落点，而且是很柔和的状态，整体发型呈现圆形的轮廓，而且在脸颊处会形成尖角，2个外部轮廓完成这样一个结构。好，接下来我将进行吹风，去把头发左右的把发根给拨松，头发自然带顺，不要去吹造型，不要去吹卷，吹顺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进行吹风。头发拨干之后，我们去带顺，
不要去吹卷度，我们只要轻微的把发干到发梢，这样轻轻的在发梢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啊，把发梢剪切口这里带顺，可以多停留一会儿，自然的每一层都是一样，去吹顺就可以了。切记千万不要带卷度啊，吹顺，不要影响到我们对于结构的判断。你想展现厚重的形体啊，想表达形体为主的话，那么呢，你就不要去破坏我们过多的量感以及过多的质感。如果你是想表达体现柔和的发型，那么前提也是要得到这样比较扎实的框架、扎实的形体的基础之上，才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去把它量去掉啊，做空间、做流向等等这些操作啊，把底下轮廓这里同样的不要去破坏形状哦，因为这个底线形状我们在湿发就已经完成的比较好了，所以不用这样去切，无论是长度还是形状，它都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你只需要通过这种垂直的进刀的方式，把轮廓这里去点揉就可以了啊。去量多少取决于你要的轮廓的状态啊，也可以用牙剪去点揉啊。你要追求像我这样追求形体的话，你只要轻微的去点一点点就可以了。头发挑起来，剪切口这里，剪刀直进直出去点揉。即使是一个点剪修饰的动作，我们也需要去养成一个好的规范的一个动作、一个手势啊，因为这些动作跟手势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剪发的美感，剪发过程的美感。这个也是蛮多群体所缺少的一种东西。表面头发落下来，因为本身表面做了逐渐提升的方式，所以说它本身落点下来，它不会产生很明显的叫堆积痕迹。这里还没有点，但它依然会很柔，就是逐渐提升产生的视觉效果。也是一样，把剪切口的地方，先把能落下来这些切口，我们去点揉、点碎，可以把表面分开，发际线上面这一层，你想要内部去量多一点的话，不要这么厚，你可以选择这里来剪刀入的深一点点啊，入的深一点点，把里面的量可以去点点啊，这样就会比较柔了。所以表面落下来一定要覆盖得住啊，覆盖得住。比较容易显得厚的地方，我都可以来剪刀稍微的入的深一点点。当然，这个动作可以用在头发的很多地方，很多地方。这里以及后面转角都可以去用。好，这一款又可以锻炼我们修剪边缘层次，又可以锻炼我们修剪三角堆积，又可以锻炼我们修剪圆形堆积。一款头发就已经结束了。我希望各位能好好的去观看这一款，多看几遍，以及能去练这一款，好吗？那我们这节课结束，下一期课再见，拜拜。